你知道吗？我们整个地球从诞生到毁灭，在佛教的时间尺度下，连一个呼吸都算不上。对，你没听错，你脚下这颗46亿年的星球，它的成住坏空，在佛经的世界观里，不过是一段短暂的篇章。而接下来我要跟你讲的这些数字，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对时间这2个字的理解。别急着反驳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佛经里的时间观，到底恐怖到什么程度？耐心看完，你会发现后面那一段反转，才是整期视频真正让你头皮发麻的地方。先给你们一个最基本的坐标，一个我们可以站稳的起点。佛教里有一个基础的时间单位叫小劫，多少年呢？1680万年。怎么算出来的？佛经里说得很具体。人的寿命从10岁开始，每过100年增加1岁，一直增加到84000岁，这个过程叫增劫。然后寿数又从84000岁，每过100年减少1岁，一直减到10岁，这个过程叫减劫。一增一减，一上一下，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小劫，1680万年。你可能会想，1680万年，那也挺长的。没错，但注意，这只是整个佛经时间体系的入门级单位，是最小的那个。好比说，你在学校里学长度单位，先学毫米，1680万年就是佛经里的毫米。那再往上乘呢？20个小节组成一个中节，20乘以1680万，3亿3600万年。4个中节组成一个大节，3亿3600万再乘以43亿4400万年。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？我给你一个参照系。根据现代天体物理学，我们地球从形成到现在大约46亿年，46亿除以13亿4400万，大概是3.4。也就是说，从地球诞生的那一刻到现在，这颗星球只经历了大约3个半大劫，就进入了现在的状态，离它毁灭还远得很。而我们人类的文明史呢，按照最主流的说法，大约1万年。1万年，在一个大劫13亿4000万年的尺度面前，连一次心跳的时长都算不上。1万年相对于13亿年，就像0.1秒，相对于你这一生。你眨一下眼睛，0.1到0.3秒，人类文明就过去了。但这才哪儿到哪儿？佛陀当年为了让弟子真正理解什么叫劫，打过2个极其著名的比喻。这2个比喻你听一次就会记一辈子。第一个叫芥子劫，他说有一座城池，方圆40里，40里有多大？大概相当于现代一个中小型城市的城区面积。这座城里密密麻麻堆满了芥子，芥子就是芥菜的种子。你知道它有多小吗？芥菜籽的直径大约1到2毫米，100粒芥子叠在一起，还不如你小指的指甲盖长。整座方圆40里的城池，从地面到天花板满满当当，全是这种小到几乎看不见的芥子。天上有一位天人，寿命极长极长，长到超出你的想象。这位天人每隔100年下来一次，注意100年，也就是整整1个世纪。他从城里走进去，只取走1粒芥子，1粒捏在手指间带走，然后又是下一个100年，他再来再取1粒，就这样100年1粒，100年1粒。等到有一天，这座方圆40里堆满芥子的城池被他取空了，每1粒芥子都被拿走了干干净净。这个时候1劫的时间还没到。你听到这里，是不是脑海里已经开始嗡嗡作响了？1粒芥子的大小对比一座40里城池的总芥子量，那个数字大到你根本无法在心里估算。而那个数字所代表的年数还不是1劫的全部，只是1劫还没结束而已。第2个比喻更绝，叫磐石劫。佛陀说，有一座大石山，长宽高都是40里，换算下来大约是4000米乘4000米乘4000米的一个立方体。
花岗岩山体比你见过的任何一座山都要大，不是小山包，是真真正正的大石山。天上有一位天人，穿着一种极薄极软的天衣，这种衣服轻柔到什么程度？传说中天衣的重量比一片秋天的树叶还要轻，质地比最上等的丝绸还要柔滑100倍。这位天人每隔100年下来一次，他走到大石山前面，用他那天衣袖子的边缘往石头上轻轻拂过去，就这样轻轻地刷一下，然后他又走了。下一个100年下来再来一次，刷100年一次，100年一次，每拂一次，这座大石山的表面就被磨掉那么一丝丝，几乎看不见的一丝丝。而随着次数增加，山上开始出现光滑的斜面，几万次拂过以后，山顶开始变平，几百万次拂过以后，整座山的棱角开始消失，几千万次拂过以后，山体越来越小，直到最终1万次拂过以后，整座方圆40里的大石山被磨平，磨光磨尽，完全消失了，整座山都没了。但佛陀说，这个时候1劫的时间还没到，一个比一个绝望，一个比一个漫长好。那我们现在来追问一个问题，佛经里有没有一个最大的时间单位？我先给你一个词，阿僧祇劫。阿僧祇是梵语的音译，翻成中文意思很简单，无数阿僧祇劫就是无数劫。但无数只是一个模糊的表达吗？不，佛教的时间观念最让人震撼的地方就在于，它把无数变成了一个可以用数学精确计算的数字。怎么算的呢？佛教经典中有一套完整的计数体系。根据《华严经》阿僧祇品和历代论师的注解，这个体系层层递进，从最小的数量单位开始，一级一级往上乘，每一级都有准确的名字和倍数关系。我给你列几个关键的锚点。第一个，一落差，落差是多少呢？10万，也就是10的5次方。第二个，一句句是1000万，10的7次方。第三个，一那由他，那由他是多少呢？10的28次方，这还不是最大，这只是中等。然后一路往上推算，到了第20个层级左右，就出现了阿僧祇。阿僧祇是多少？10的60次方。我提醒你，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？10的60次方就是数字1，后面跟60个零，100亿是10的10次方，后面跟10个零，全宇宙的可见恒星数量大约10的22次方科，全宇宙的原子总数大约10的80次方，各阿僧祇这个数字本身10的60次方，已经接近全宇宙原子数量的数量级了。而阿僧祇劫是阿僧祇个大劫，一个大劫是13亿4千万年左右，10的60次方个大劫，换算成年，你猜是多少？10后面跟着140个零，那么多年，一年有多少秒？3153万6千秒，大约3200万秒，10的140次方年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根本不可能在脑子里把这个数字想象出来。人的大脑对超过6个零的数字就已经失去直观感知了。120亿，你已经感知不到它的大了。10的60次方，你已经读都读不完了。而10的140次方，这个数字的零的个数本身就已经超过了地球历史上所有人类加起来。曾经说过，想过写过的所有数字的总和，是不是已经很震撼了？但你以为这就是天花板了？不，还早着呢。我刚才说了，《华严经》中的计数体系一共有整整52个层级，落差是第1级，句去是第2级，那由他是第3级，一路往上叠，到第20级是阿僧祇，到第25级是恒河沙，到第30级是频婆罗，到第40级是大树，其中第50级叫不可说，第51级叫不可说。不可说第52级，也就是最后一层最大的那一个单位，叫不可说不可说转。我再次强调，这不是一个修辞，
不是所谓不可言说那种文学表达，它是一个写明了地推公式的确切数字。这个数有多大，没法用正常语言读，我们试着用数学来表示一下，大约是10的37次方次方年，也就是10的括号里 3.72 乘以10的37次方括号，写出来就是10的3.72乘以10的37次方。你有概念吗？上面说的阿僧祇劫时，后面跟140个零，如果用1毫米的宽度代表一个零，这条零带大约14厘米长，够短吧？但不可说不可说，转呢，如果把它的每个零也写成了1毫米宽，整条零带的长度将是整个可观测宇宙直径的几十亿倍，整个宇宙装不下一个数字，这就是佛经里时间尺度的极致了吗？物理上是的，但在后面我们马上要说，它在哲理上恰恰是一个巨大的反转的起点。不过先停一下，让我补充一个你可能更感震撼的细节。除了这些数字之外，佛经里还有一整套关于刹那的精密计量体系。一刹那到底有多短？僧祇律里记录得非常清楚，而且层层递进，精确到毫秒级。他说20念组成一个瞬，20瞬组成一个弹指，20弹指组成一个罗玉，20罗玉组成一个须臾，1日1夜有30个须臾。那到底是多少秒呢？我们可以倒推，1天1夜是24小时，24小时是86400秒，除以30，每个须臾等于2880秒，也就是48分钟。再除以20，一个罗玉是144秒，约2分半。再除以21弹指是7.2秒，再除以21瞬是0.36秒，再除以20，一念是0.018秒，0.018秒一念。你眨一下眼睛需要0.1到0.3秒，一念就是一次眨眼时间的1/10。你的一个妄念升起来，从出现到消失，就是0.018秒。佛经里连这么短的时间都用精确的数学倍数定义得清清楚楚。注意，这个体系是写在2500多年前的经典里的，在那个连钟表滴漏都不算普及的年代，古人就已经把时间精细到了3%秒。这种精度背后暗含着他们对心念速度的洞察，一切烦恼的根源都在这些一念一念的上下翻转之间。所以好数字化说到这，从一念到一劫，从一劫到阿僧祇，从阿僧祇劫到不可说不可说转，跨度从0.018秒到10的3.72乘以10的37次方年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如果时间尺度真的如此恐怖，如果修行真的要经历这么漫长，超出人类理解极限的岁月，那佛经为什么同时又在讲另一件事？法华经里有一个极其著名的故事。8岁的龙女在一场法会上，听完文殊菩萨讲法，注意，不是修了几大劫，不是经历了什么艰苦卓绝的磨练，而是听完之后就在当场转女成男，一刹那之间直接成佛了。一刹那，你弹一下手指的时间甚至比弹指更短，一念之间0.018秒。龙女就在这0.018秒里完成了从凡夫到无上正等正觉的整个过程。等等，怎么回事？你刚才不是花了大半期节目吓唬我说，成佛要3大阿僧祇劫，要10的140次方年，要比一座40里大石山被天一磨平还要长吗？怎么现在又说0.018秒就够了？哪一个是真的？难道佛经自相矛盾？难道这是一个逻辑漏洞？不，相反，所有这些加在一起，恰恰构成了佛经关于时间最核心也最容易被现代人误解的秘密。真相是，时间从来都不是客观的，它在不同维度、不同心识状态下的流速完全不同。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层面理解。还记得刚才那个天衣服食的天人吗？对于天人来说，
100年只是一个任务间隔，它在天界的寿命有多长？我们拿佛经里最基本的一层天界4天王天来举例，4天王天的一天相当于人间50年，你算一下，人间1年4天，王天就是7.3天，人间10年天界就是73天，人间50年天界正好1年。好，那一个普通人的一生，按80岁算，你在人间活80年，办过一次身份证，结过一次婚，上过一次班，退过一次休，生过一次大病，做了一次告别，然后你走了。但在4天王天你活了多久呢？80除以365乘以50年，不简单点？4天王天的1年就已经是人间50年80年，在4天王天就是1.6年不到2天的光阴。你整个人生在天人看来就是一个周末的长度，一个下午多一点。你所有的悲欢离合、青春、衰老、奋斗、沉沦、深夜痛哭，在天人眼里不过是看了一个短短的短视频。那多少立天呢？一层天往上，时间流速成倍变化。多少立天的一天等于人间100年，再往上，耶摩天的一天等于人间200年，兜率天的一天等于人间400年，化乐天的一天等于人间800年，他化自在天的一天等于人间1600年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这一生80年到他化自在天的天人那里换算成他们的时间，80年在人间，在他们看来连一刹那都不算可能。正在倒一杯茶，还没等水注满杯底，你已经出生、上学、毕业、工作、病老、入土了。而上面这些还只是欲界6天，再往上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那里的时间跨度更是以劫来计算的。梵众天的天人寿命是1劫半，梵辅天2劫半，大梵天3劫半，他们一生就是几亿年、10几亿年。所以时间会因为你所处的层级的差异出现几个数量级的偏差。同一个100年在人类这里是漫长的一生，在天人那里是一个日常习惯。好，如果时间在不同维度是完全不同的尺度，那它是什么？它还是绝对的铁板一块的客观实体吗？显然不是，它成了一个依赖观察者状态而变化的变量。那再追问一层，不同的天人，他们的一天之所以有长短差别，根本原因是什么？佛经给出的答案是心识的粗细和快慢。越是粗重焦虑、日夜不息的心念，他感知到的时间就越漫长、越具体、越拖沓。你失眠的时候，是不是觉得一夜像一整个星期那么长？你深陷痛苦，等待一个未知结果的时候，30分钟就像3个小时那么长，每一秒都像是在被拉长、被放大。反过来，越是清安、寂静、无念的心，他所经验的时间就越短、越稀薄。打坐入定的人，入定6个小时，一睁眼，感觉只过了10分钟。那是因为他的心念活动变少了，单位时间内的事件密度变低了，于是他感知到的外部时间就压缩了。那么一个完全清净、没有妄念、没有执着、没有我在中间搅局的心的时间又是多少呢？压缩到极致就是0，或者说是超越了时间的当下。这就是为什么龙女能在一刹那成佛。对普通人来说，我们需要3劫、100劫、阿僧祇劫去完成的修行，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心太粗重、太散乱、太执着，所以把这些过程在时间上拉得极长。但当你真正做到一念无我，不是理论上理解，是当你的心完全放弃了对我的抓取、对我的护卫，那一刹那，时间这个维度本身就被突破了。不是说你的寿命变长了，你得搞清楚，成佛不是活得比谁都长，成佛是你不再受时间的控制了，你从时间这个单向的坐标轴上跳了出去，就像一个2维画纸上的人突然意识到了3维，他仍然可以活在纸上，但他知道纸以外还有世界，而且他有了从纸上出去的能力。
佛经里有一句话叫一念三千，什么意思？你的一念之中就含摄了整个3000大千世界的所有时空，不是比喻，是描述。大和小的对立是人为的，长和短的对立也是人为的。阿僧祇劫和一念之间是同一个东西的两面。你现在回过头来看，佛经里讲劫讲，阿僧祇讲不可说不可说，转讲这些大到让你头皮发麻的数字，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是为了吓唬你吗？告诉你修行太难了，告诉你永远也达不到。恰恰相反，它是为了让你看清楚一件事，在这浩渺无边的宇宙时间尺度里，你的这一生连一粒芥子都算不上。你那个耿耿于怀的烦恼，连石头被衣袖拂过一下时磨掉的粉尘都不如。你那些日夜记挂的得失、面子、输赢、爱恨，在一个阿僧祇劫的时间面前，他们存在过吗？存在。但他们重要吗？重要的是另一件事，重要的是，正是这个连芥子都不如的，你一念之间却可以超越所有的时间。你没有在这个时间尺度下变得更渺小，你在这个时间尺度下找到了一个反脆弱的支点，因为你知道时间可以被超越。超越的方式不是活得比谁都长，那个方向你赢不了的。天人活几亿年都还在轮回里，真正的超越是心的解脱。佛经的时间观真正恐怖的地方，从来不是那时的140次方年的浩瀚，它真正恐怖的地方在于，你在听懂的那一瞬间，忽然明白，所有的浩瀚其实都在你自己的心里。心若不值一刹，即是永恒；心若执着1秒钟，就是一个阿鼻地狱。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，但也最容易被误解的智慧。我们来看看现代人到底在焦虑什么。有一个统计数据，2025年中国职场人焦虑调查显示，最大的焦虑源排前3的，分别是35岁职业危机、30岁还没结婚生子、同辈攀比，全是时间带来的恐惧，怕来不及，怕赶不上，怕掉队。我们把一辈子本来就不长的弹指7秒，过成了每一秒都在被追赶的3大阿僧祇劫。但如果我只是说，如果你把时间刻度拉到以劫为单位，你眼前那个让你彻夜失眠的坎，它还存在吗？存在，它当然还在。你的房贷不会因为劫2个字就消失，你的健康问题不会因为佛经的数字就自动痊愈，你的关系问题也不会因为你懂得了时间虚妄就迎刃而解。但是你不会被它压垮了，你不会再觉得那个问题就是你的全部，你不会再认为一辈子就要毁在这一件事上了。你会在焦虑之中多出来一个视角，你在看问题，但你的心已经不在问题里了。你知道了还有更大的东西，不只是更大的数字，而是更大的自由的可能。这就是你能从佛经时间观里带走的最值钱的东西。最后，我想用佛陀另外2个经典里的话来收尾。金刚经说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三心皆不可得。过去已经过去了，你追不回；未来还没到，你干着急也没用。而现在，你说出现在这2个字的时候，它也已经过去了。你永远无法抓住一个真实的现在，那你抓什么？什么都不抓的时候，才是真正的活着。华严经里又说，心如工画师，能画诸世间。你的心是什么？你感知到的世界和时间就是什么？你若觉得人生苦长，那它就是阿僧祇劫的牢狱；你若一念清净，那这娑婆世界当下就是常寂光土。所以别让一弹指的烦恼浪费了你一念可以成佛的人生。佛经里的时间尺度，真正恐怖的不是长到无边的劫，而是你在读懂的这期视频里，忽然发现了那个可以跳出时间框架的开关。那开关不在别处，就在你此刻读着这句话的当下。
觉得有用，点个赞。如果你曾经也被来不及3个字困住过，在评论区留下一句你的感悟。我们下期再见。